大家好，我是张大哥。这部从新北来的 W126的560大哥已经完修了。这部车跟大哥的渊源蛮长的，应该从2年前说起。这部车原来颠沛流离跑了1年多的保养厂。结果到后来到大哥这边，这个孤独的旅程才结束。因为首先因为这颗引擎它已经换过了，它原来那颗引擎呢，因为缸压不足，气门全部烧毁，8缸里面也烧了7缸，只剩下1缸。后来换了一颗引擎，那这个引擎的缸压测试相当漂亮从这个引擎的运转宁静度来讲，大哥觉得它应该还算年轻一般来讲560的引擎状况都是不错的那后来大哥整修换油盘以后，我们有看到它这个日期大哥看到是2019的12月份大哥整修过这个引擎相当顺畅。但是呢，因为油箱的污染，喷油嘴也污染了，所以说，车主又来找我这个车主非常用心，他去改了颜色，然后呢，避震器也改HR 短弹簧跟贝斯灯黄铜整个座椅还有它的方向盘内装都整修一番大哥呢就把喷油嘴拿去清洗因为这个细牙的这个喷油嘴相当贵，一支将近快3000块清洗的成功率很低。但是因为它这个是新的喷油嘴，当时2年前新喷油嘴，所以它只有轻微的污染喷油嘴呢大哥全部都洗过结果都成功了。那喷油盘大哥又重新拆下来清洗把数据我们看到现在数据就很漂亮。那目前呢，这个车子的稳定性就恢复到以前的水准了我们来看它的稳定性稳定性还是相当好的稳定性是相当好。唯一的缺点可能也不能叫缺点，就是说它的感觉上它的避震角引擎角可能硬化稍微感觉上稍微硬了一点否则它应该抖动的程度会更小。它现在几乎完全没有抖动了。那大哥就把油箱里面的滤芯换掉了，不是换掉，是清洗了。他现在清洗，那滤芯重新再换过。那在这一点，大哥要特别提醒30年老车的车主，就是汽油滤芯一定要常换，最好是1万公里能换一个滤芯，因为滤芯不贵。主要原因是因为30年的老油箱里面一定会有多多少少的铁锈铁锈的话这是没办法避免的。我们尽量维持半桶油那不要让油箱见到底，因为见到底的话，它油箱生锈的地方跟空气接触之后，它就会生锈了。那有汽油覆盖的话，它就隔绝空气这个是我们老车为了要保护我们油箱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观念经过大哥滤芯跟油箱里面的滤网换过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回油量都已经到3.1、3.3，我的数值是相当漂亮，几乎跟新的油箱的状况一样。那车主我也提醒他油箱老车的油箱一定要保护。我们来看这个表因为今天只有2个表。因为它的它的空气流量感知器大哥在2年前已经换过了数值也很正确，也没有磨损，所以说我表电压就没有接了。我们看到右边的是怠速马达的工作电压是在正常的工作范围。那左手边呢是超压阀超压阀含氧感知器 O2 它在做修正，目前是没有修正所以看到数值是0。喷油嘴的话，大哥那个火星塞的话，大哥并没有换。
因为那火星山感觉上在2年前换过，那里程数也跑得不多，大概清洗以后，火星山我们能省就省下来了。我们来看这个加油快，这个 V8 引擎的嘶吼。好，我们到车内来看。对，这印象中好像都座椅相当漂亮，包含它这个方向盘，好像感觉上好像已经换新了很新啊。这方向盘应该是有换过了，大哥的印象好像方向盘没这么新，车主相当用心，里面整理的漂漂亮亮。连它这个驼色座椅，也是 A Plus 的 A 加 Plus。好，我们看一下怠速。好，大哥开冷气，转速几乎没有改变，因为这个 V8 的低速扭力太大了，所以它压缩机几乎对它的负载完全没有影响。关冷气，动下又回来了，开冷气，几乎转速表几乎连动都不动。OK， 大哥踩刹车入R档，转速掉一点点，表示说这个变速箱状况应该还 OK。那转速应该还在600多。好 ，P 档，好 R 档 ，P 档 ，OK。好，大哥来做个加速看看。因为它这个是换 Lorenza 的尾管，声音比较细，也很雄浑。OK， 好，大哥关掉电门，好，重新启动，而且温度是80，这一点就着了。30年的老车，而且是560，相当棒了。尤其560，它这个税金1年要8万多块，1个月要将近7000块，所以这部车要好好的使用，让它发挥它应有的价值，才不会辜负这个税金。OK， 大哥今天的报告就到此结束了，拜拜。